大家好，这是新人梦啊。今天的话又是每周挑战。本来这次我是不想做的，因为是伊比利亚斗争这个机制，对吧？可以说是恶名昭彰了。但是好在是867年剧本，而且挑战角色是阿方苏，这种情况下还是勉强可以斗争一下的。视频开始前依然是感谢环节，感谢通过赞助方案给予支持大家，我的内心唯有感恩。好了，明谢结束，介绍一下人物吧。这个阿方苏还是很值得说两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是阿方索不是阿方苏。先总结一下，阿方索是历史上第一个西班牙皇帝，同时也享有大帝名号，也就是 The Great， 是早期收复失地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伟大角色。接下来我们顺着时间线来说848年阿方索出生，身份是阿斯图里亚斯国王奥多尼奥一世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866年父亲去世，阿方索继位了，这年他18岁。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作为混乱不稳定的半岛主要政权，这种继位交替时期是很有可能爆发一些争斗内战的。阿方索也不例外，在他继位没多久，加里西亚的一位伯爵试图篡位，小阿方索被迫逃亡到了卡斯蒂利亚。之后呢，经过了一番努力，得到了忠诚的支持，他平定了叛乱，稳定了自己的王位。接着就是再征服了。阿方索开始了他漫长而积极的军事生涯，目标是向南扩展领土，对抗南方的穆斯林政权。再之后就是878年了，阿方索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波尔沃拉里亚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阿方索3世的军队重创了由科尔多瓦埃米尔派出的穆斯林大军。这场胜利意义重大，极大地提升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士气，并且有效遏制了穆斯林向北反扑的势头。这也是阿方索征服的高潮期，王国的边界持续推进到了杜罗河一带，许多重要的城市和据点在这一时期被收复，包括波尔图、萨摩拉、陀罗和新曼卡斯。如此性感的战绩也不全是因为阿方索领兵如神，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穆斯林那边也在不断的内战叛乱。统治期的巅峰在大约公元900年前后，这个时候的杜罗河防线已经基本稳固了对外是一切安好，对内就出意外了。接下来几年内部的矛盾不断累积，直到909年矛盾彻底爆发，轮到自己内斗了。阿方索的长子在母亲和岳父的支持下发起了叛乱，贵族们更是一呼百应，不断的向阿方索施压。次年，也就是910年，62岁的阿方索3世被迫宣布退位，长子分到了莱昂王国，次子分到了加里西亚王国，三子分到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就像曾经强盛的法兰克帝国一样对吧？天下三分了。沟草的伊比利亚是这样的呀，阿方索继位，有人起因叛乱，扩张顺利，因为穆斯林在内战，最后退位也是因为内斗被逼退位。内斗这真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传统了，即使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半岛似乎也是这样的。阿方索退位后又过了2年，于902年就去世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悲剧史诗色彩的争议论点，那就是阿方索在退位之后，直到去世这2年期间他以长子加西亚的名义亲率军队向穆斯林发动了突袭，而他本人呢是死在这场突袭中了当然了，这个说法太传奇了，写听一句就好。总的来说呢，阿方索在军事上的成就非常辉煌，征服运动中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惜就这个结局不太好对吧？被长子逼宫了，晚节未保，王国分裂。而我们这期视频要做的就是扮演阿方苏，直接征服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而且宗教也洗干净全都洗成基督教。当然了，这还是太简单了，我们加点难度吧。一国一教，穆斯林之外的其他非我教派的基督异端也全部洗掉。开始游戏，伊比利亚斗争开场了，掌控命运。先来看一下阿方苏的情况，性格勇敢、狂热、傲慢，还挺符合的。其他属性都一般，军事比较好再来看局势，目前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中，正在为维马拉宣称波图卡莱这3块土地。这个不要紧先找个配偶。看了一圈，我的宾客贡特罗达最适合，他的管理能力高达24点，本期应该会非常战狂一直攻城略地，所以妻子需要管理能力很好，稳定后方。结婚庆典这里的话，选要钱还是要威望一般情况下我是推荐要钱的，但是这一次我推荐拿威望，因为伊比利亚斗争最好用的宣传理由需要花费大量的威望。生活方式先走神学重心，准备教改，因为伊比利亚地区过于特殊，天主教并不适合在这里发展，我们需要曲线救教。朝圣路上路过加里西亚附近，遇到了危险有强盗骑兵袭击我的朝圣队伍。怎么说呢历史上的现在呢，阿方索应该是正在躲想要篡位的加里西亚伯爵，只是 CK3 势力中现在已经平定了篡位内乱，所以说这次旅行遇到的危险可以理解为是另一个时间线的时空错乱了。
亚里西亚伯爵这是设计想谋杀我，现在可以选齐心协力与强盗正面作战，或者是让旅队主管断后送命啊！我是谁？我可是阿方索啊！直面他们，杀！哎呀，果然是时间线错乱了啊！我其实是想让旅队主管断后来着。另外，可能有小伙伴要问啊，徐人梦，这战争你怎么不集结兵力行动呢？因为穆斯林在打内战，比如这里啊，格雷多斯，双方就打得有来有回的，我们继续朝圣就好了。868年，安达卢斯苏丹选择放弃内斗，转而进攻我，而且意志很坚定啊，对吧？次年就打到首都了。我召集了各地盟友，并且集结军队，准备和穆斯林决一死战。就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千钧一发之际啊，战争无效了。穆斯林攻下了我首都维马拉，在围攻中被杀害了啊！这里解释一下啊，我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为了帮助维马拉夺回本该属于他的土地，而现在维马拉死了，那么战争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性了。没错，光明中世纪是这样的，只是可惜我的兄弟姐妹、儿子女儿了，刚才都拿去政治联姻找盟友了，而且集结军队也花了很多钱啊，没办法继续朝圣了。我看 IC， 啪啪请求资助，用250的钱绳换取100块钱退税，然后就可以继续朝圣了。最后一次从耶路撒冷朝圣到家已经是公元877年了，距离开局过去了10年。宗族传承点一个淫威摄人出来，技能点这里除了教改需要先之外，还有3个可以点的，那点个叛教者好了，说不定后面有用。重心切换到骑士重心，接下来是圣战 time。圣战之前我们需要先教改，武装朝圣就不变了。共荣盛世换一个突破宣道者，这个核心教义增加了33的改进速度，非常适合本期洗成一国一教的核心目标。隐修之路换一个地下堡垒，这个核心教义提高了山地的传教速度，如果是有敌意的信仰，洗得更是飞快。另外信徒啊，在山地还会有很多军事上的优势。宗教态度必须基要主义，因为我们要对天主教和穆扎赖布派这些异端下手。允许离婚也要改，神职人员的话还是那一套，性别不限，氏族剥夺，征兵结婚。名字的话就叫半岛基督教好了，一听就很火热。紧接着向东边的天主王国纳瓦拉宣战，因为人数上有很大优势啊，加上我的军事能力非常好，所以这次战争只持续了13个月，我们就赢得了完全胜利。纳瓦拉与我们接壤的2块土地收入囊中。接下来迁移首都到纳瓦拉，在决议中找到改变为本地文化，花费141的威望转变自己为巴斯克文化。这里说一下为什么要转变啊？原本我们是阿斯图尔莱昂文化，这个文化很好，但是没有全体大会革新，而巴斯克有这个革新。这个革新解锁了2级的军权等级，提升到2级就可以对封臣使用波罗头衔互动了。孩子都拿去结盟政治联姻，比如说我3岁的女儿啊，和57岁这位滨海领主就很合适。接下来打内战了，内战大概持续了5-6年，直到883年年底才尘埃落定。分地的话有点讲究啊，每块伯爵领都要分一个单独的神权主教掌控，这样每个伯爵领都会有一个专属的隶属主教了。改信的内阁任务也是独立的，这样子洗起来比较快。接下来该打仗扩张了啊，先打5场，收拾一下我和安达卢斯之间的碎地。转眼86年年底，最后一场也打赢了，这家还是很顽强的啊。攻城期间，这位伯爵亲自领军来回冲了我们4回啊，次次都输，次次都要冲。最后一次自己本人被我军将官申请。第一次征服运动以我方大获全胜为结束，接着是888年6月发动第2次征服运动，这次依然是收拾碎地啊，3场战争非常的轻松，用时一共20个月，2次征服结束，兵士构成也逐渐定性，2队攻城器械，3队轻步兵。选轻步兵的原因也很简单，穆斯林军队的主要构成是穆巴里尊，而这个兵种是被轻步兵克制的。是时候了，向穆斯林宣战啊！他们向我宣战了啊！你是真相似了。随着穆斯林一起发动战争的还有首都这里民粹，那先平定一下民粹好了，然后就是拉扯环节了，要想办法打一场山地防守。可惜没绕过他们啊，最后是在丘陵打了一场，2500对3001，我方伤亡148，对方是881，史诗大捷了算是啊。刚打赢还没缓口气，内部的穆扎赖布派的信徒啊，也就是这些碎地的伯爵们起兵了。他们的领袖叛军刚好爆发在我主力部队驻扎这里，我们作为山地防守方一场全歼了啊，领袖被活捉。这场叛乱从发起到平定只用24天啊，好活。因为我没来及暂停啊，所以实际是29天，纯纯的乌合之众啊。等会儿提前到了都给它拨干净。接着是穆斯林的2次进攻，我们山地城堡防守，这个优势拉满了都，防御跨河10点，山地防守12点，山堡2点，我的军事能力18点，亲自领军10点，骑士重心5点，斗争阶段5点，傲慢性格2点，核心造诣5点，
还有军事技能，主场作战5点，接战就有74的优势啊，这可太恐怖了。打完就100分可以谈和了。安达卢斯的苏丹赔偿了我471块钱，这笔资金全部拿去组建部队啊，直接又拉满了。现在我们有1500的轻步兵和100架投石车了。感谢我的敌人为我组建了攻打他自己的部队。宣战第3次征服运动，这一场打赢，直接拿下8块国军领，而且也极具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这场打赢之后，我们就算是走出中央山脉了。当年被穆斯林逼到深山中的基督徒杀出来了，技能点这里点出了工兵，伞兵也会提高围攻进展了，攻城速度高了非常多。在东边这里啊，本来再赢一场就可以宣布胜利了，结果上阿拉贡这个天主教的伯爵出兵给我援军截断了，因为他正在和穆斯林这里临终打仗。没关系啊，没关系，小波折，胜利是已成定局的。一共打了大概3年半，如果没上阿拉贡的影响啊，还能快起码半年。停战协议是3年，3年的话也不要干等啊。这些征服划分过来的穆斯林伯爵要剥夺一下头衔，当然了，他们肯定不乐意，还得打内战，简简单单18个月全部杀光了。然后是复仇时间，上阿拉贡已经拿命来，5个月打赢了，抓到了伯爵的儿子，直接处决砍头。等等，他居然还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啊！可惜你的盟友来不及赶不到，不过就算赶到了也打不过我，你死心吧。接着是第4次征服运动，依然是对安达卢斯宣战，这场打赢了，能得到13块土地，继续蚕食。这场冲突只持续了16个月，一场交战活捉了苏丹。之后啊，依然是处理新划分过来的穆斯林分城啊，处理完了就韬光养晦，休整军队。901年1月份，第5次征服运动，依然是13块土地。这场打得更快了，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先攻下了麦德林，又攻下了穆斯林的临时首都古尔图拜。破城后又一次活捉了苏丹。904年3月，第6次征服10块土地，依然是5个月拿下了。这次活捉的是苏丹长子。907年2月份，第7次征服8块土地。这次更快了，3个月。首都破城之后啊，又一次活捉了苏丹。909年2月份，伊比利亚半岛局势已然完全明朗，是时候宣布我们的支配地位了。神将伊比利亚赐予了我们伟大的巴斯克人民和半岛基督教，给了1万点宗教威望啊。那我们把学识传承点出来吧。点完之后呢，时间一跑，成就弹出解锁了伊比利亚冲突，还有另一个勇士传承的成就啊。这个要求是高宗族等级。另外就是斗争结束了，我们可以打圣战了。巴塞罗那这里天主教异端啊，早该杀了。还有麦尤尔盖公国西边这一岛群，这也是我们伊比利亚地区自古以来的领土。9个月2场都打赢了，这算是第8次征服。然后是安达卢斯的最后一块土地，这次我们用圣战的流宣战，第9次征服。你的阿拉已经放弃了你，半岛归于基督。3个月打赢了，苏丹又一次被活捉，创建西班牙帝国头衔。我将作为第1位西班牙人的皇帝站上历史舞台。分城界面这里的话，可以下达分城指令，要求他们传播宗教。不出意外，2年内就洗干净了。914年6月，收复失地成就弹出，成就解锁了，金灿灿的半岛基督教，看着就漂亮啊，太棒了。现在呢，我们可以再通过决议采用集权行政制。阿方索在历史上称自己为西哥特继承者，现在也算是梦想实现了。西班牙现在将有法律统治。回到主菜单可以看到2个成就都点亮解锁了。好了，这期视频就这样了，喜欢的话请务必添加关注，另外看看爱发电吧。这里是希尔梦，下期见。